相遇，期盼今生的相依。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。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，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康队长，你别信他的话，不能让他再送我这挖人了。40个团给你啊，你过不了几天就变成草人了。这件事儿我也做不了决定，但是我会报备委座。还是由他来决定吧。那你给我开这几个条件干什么？你绕了半天，你这不是耍我吗？这家伙乘兴而来，是败兴而去。康队长，你可是把他耍得团团转呐！我不是耍他，我是在摸他的底。如果有一天和日本人开战，把你调往前线，你去吗？全国有那么多的部队，还有精锐的中央军，怕是轮不上我吧？如果非要你去呢，而且是一去不回，你有这个必死的决心吗？不会有那天的，跟日本人打不起来。再说了，那些撤下的部队，你们也看不上眼儿吧？将熊熊一窝呀。潘天雄说的没错，把队伍交给你，还真不如交给他。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不同吗？他就是一条大河，而你在他的面前，就像是一条阴沟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等你们呢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小美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打声招呼你就溜了，你这不让我担心吗？这个康正民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我和康正民之间的恩怨是早晚都要解开的，躲是躲不了的。看你们这个样子，是碰了钉子。怎么，石头没搬开啊？我们都被康道民耍了，他让我们答应他3个条件：第一，镇压福江的学生运动；第二，娶你们几个当老婆。司令除了抓香玉没答应以外，其他都答应了，可他现在却推脱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啊？只要抓着部队，什么条件不条件，都是权宜之争。可这个家伙太狡猾了。你这是实用主义，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的。学生运动那是为了抗日，这个都能镇压啊？还有，你想娶我们做老婆的事儿，那更是休想。你忘了我是红军，我怎么可能答应你？我答应了，这是康兆民在试探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他就有理由抓你。抓我也不能答应，还有你也不会同意的。这都什么事儿？行了行了，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现在事情已经黄了，不是吗？但这是原则。什么原则呀？没有原则，就算是有军队，也是反动军队。但是我告诉你，
你有了原则，没有军队也不行。司令，潘司令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古金乐呀。哎呦，老古啊，怎么几天不见你老成这样了？这头发怎么都白了？走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潘司令，太惭愧了，我是得罪过你的人了。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是大帅让我来找你的。他说，只有你才能救我呀。我救你，老古，出什么事了？你看，人家都说，这花到了3月份就败了，看看我养这花，哼，开得多好。那是大帅每天为他们辛勤劳作，这是大帅的成果。可是有那么几朵啊，它就是不争气哦。古金乐去见潘天雄了？啊，他去了。可我不明白，他是来找您的，您让他去找潘天雄，他们可是冤家呀。邓锡侯给我打过电话，他手下的那几个师呢，原来是潘天雄的，他想物归原主，可潘天雄拒绝了。知道什么叫品行吗？这就是。老邓感激他，我也感激他。可这和古司令有什么关系？潘天雄去见康兆民碰了钉子，我想给他个机会。哼，他有品行，但还要看他有没有生意人的眼光。当然了，这还要靠度量。全有了的话，那这个诗就是他白捡的。哦，原来大帅您为这朵花施肥，是想让这朵花开得更艳。能不能成才，就看他自己喽。古司令，你请喝水。古司令，你别避讳，这3位都是我没过门的媳妇，大发和妖姬的你都认识，你请说。那我就直说了。杨母真不是个玩意儿，她是厕所里的蛆虫，粪坑里的大便，天杀的，刀砍的，魔鬼生了她，比毒蛇还毒，比狼还恶，真是吃人的恶魔呀！对，古司令，我打断你一下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上来就一堆臭骂呀！你和他不是一伙的吗？哎呀，谁跟他一伙呀？运烟的事情是他搞的，狮子口害你是他策划的。哼，现在鸦片禁运了，防区也没有了，他就把手伸向了我的盐区。你是知道的，自贡产盐是占省里的80%以上，大的盐矿都被省里收走了，我自个儿留了10几口井，年产至少是100万以上啊！哼，都被他强占去了。尚友啊，看到这口盐井了吗？它年入大洋，至少20万。送给你了，给我了。我明白了，他挖了你的心头肉，断了你的财路，所以你这么恨他，对吗？哎呀，不光是这个，我女儿小兰，今年中学毕业，有一天上街买东西，被他盯上了，抓了进去。好家伙！第2天他发来了喜帖，我可爱的女儿就这样被他给糟蹋了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他还让我女儿做他第10房姨太太。我刚刚看见我那个外甥女了啊，她还哭哭啼啼的，我当场就劝她了。我说你嫁给人家杨军长，
那就相当于掉进蜜罐里边了。年岁大怕什么呀？你就当躺在爷爷温暖的怀抱里嘛。你小子，你这个解释，我挺喜欢。这个龟孙子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！哎，谷司令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简直是欺人太甚了！我出去找他评理，结果被他的家人打出门外。哎，我是又急又气，当天晚上就吐了血。一夜之间，我这头发就白了。我百般无奈，我找大帅去评理，大帅让我来找你。谷司令，你不是有一个整尸的人马吗？你怎么会没办法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那个杨少勇副师长兼参谋长还是我的亲舅子，不知道得了谁的好处，背叛了我，整个部队都不听我的了。杨军长，你可比我姐夫大方多了。这些年我跟着他出生入死，他每年几百万赚着，可连1分钱都不肯分给我，害得我连个小妾都养不起，还被别人笑话。以后啊，别叫我杨军长啊，一笔写不出2个杨字儿，叫我大哥。哎，大哥。你说的那件事啊，不用犯愁。我在成都给你物色了几个美女，今天晚上就送到你府上去。还有你那个宅子，多破呀！我给你换出好宅子。哎，好。我那台车，你是不是也挺喜欢的？当然喜欢呀。你小子有眼光啊，那可是个正宗的美国货呀。哦，送给你了。车也送给我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潘司令，我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呀。这就叫众叛亲离啊！老谷，我现在明白你的处境了。我听说最近你的手下有点不太稳，是这样吗？啊。是几个旅长和几个团长，以前都是我姐夫提拔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大哥，谁要是不服，我就杀了谁。不杀不足以立威呀。我给你做靠山。哎，大哥，我倒是真有个顾虑啊。这次我姐夫去重庆找大帅，会不会？找大帅顶个屁用啊！狮子口我杀潘天雄。证据确凿，不也是不了了之吗？大帅现在被老蒋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川军内部的事儿啊，他根本顾不过来。不过这也好，咱们正好浑水摸鱼。啊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来，请大哥。谷司令，你别着急，既然找到了潘司令，肯定就有办法，你别把身子给气垮了。潘司令，我知道大帅不便出面。如果你能把严去和我女儿救回来，条件你随便开。那我不成了趁火打劫的盗匪了吗？老谷，这件事情是你小舅子不仁，杨军长不义，我答应帮你，只要能把你的财产和你女儿弄回来。我什么条件也不提，分文不取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潘司令，我过去加害过你，我俩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交情。你肯这样帮我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仁义二字。老季，先把谷司令送去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去自贡。老潘，你真够仁义。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事情还没办成，咱先不说这个啊，你先去休息。哎。小芳，你去给大帅打个电话，就说我潘天雄感谢他。司令，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啊！
大帅甩给你了，你可想好了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大帅这是雪中送炭呐，这才叫商机呀！妙月、香月，你们俩先到自贡去打个前站啊！我这次说不定要耍个流氓啊！哎，他们俩破了，让他们先跟我去，你呢留在重庆听信儿啊！司令，可杨是你的死对头，古又丧失了能力，大帅又撒手不管你，你这次去有这个把握吗？没有把握也得上，这就叫机遇啊！康兆民的路我走不通啊，你又骂我没有原则，有原则的事情都不好办呐。希望我这一次从自贡回来的时候，我能带一个师，那我的队伍就壮大了。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报酬都不要吗？哎呦，你真是傻呀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了解我？做生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是主动索取，而是别人自愿给予，懂吗？老爷，你看。杨局长，您来了。哎，包厢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各位请上楼吧。包厢就不用去了吧？这大堂多热闹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加油！哎，我们坐这儿。来，大哥请。请。来，坐这儿。来，您坐。给我吧，老爷。杨局长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啊，来。啊，先来瓶红酒啊！有什么好菜尽管上啊！我们到你这儿来吃饭，是看得起你，知道吗？明白，规矩我懂。今天啊，就免单了，算我请客啊！那还废什么话呀？赶紧准备上菜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准备啊。一群流氓，白吃白喝，还要我们最好的菜，嚣张什么？看什么看？快给他们做菜，捡最好的做。姐，你先坐着，我到后厨去一趟。老板，哎，这些菜哪个是给他们上的呀？你是谁呀？你就别问我是谁了，哪些菜是给他们上的？啊，这些都是，都是。老爷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椒米条，来，吃嘛。大哥，您这几位夫人，可真是天姿国色呀。是吗？是啊，比我那小外甥女儿强多了，她还不知足。哎，来，我敬几位夫人。来啊，干杯！干，干杯！老爷，这上有这小嘴儿啊，是越发的甜了啊！是呀，哪里？可就是啊，这丫头啊，太不懂事了。刚才还跟我闹着上吊呢。还有这事儿啊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我一气之下就把她给关到柴房里了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大姐，你做得对。刚刚我和三妹、四妹都劝了她半天了，是该给她一点教训。没错。二太太说得对啊！来，我们再喝一个。来，老爷，干杯！干杯！一会儿给他们端过去啊。老板，这个菜还能上吗？上，活该！干嘛去了？跟你说啊，这几个女人啊，是那个姓杨的三位太太，一看啊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咱们听听她到底说些什么。我听说我姐夫去找了潘天雄，这人什么人？什么人都不是。潘天雄啊，
就是个拔了毛的凤凰，除了收编的那些土匪和几个女人之外，没有半点实力。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大帅呀，根本就不管。古金乐那是病急乱投医。可是我听我姐夫说，这人还是有点能耐的，所以明天上午我把所有团级以上军官都招到师部，特别是那个343旅旅长铁如山，他一直不服我，他要是敢造次，我当场就把他杀了，杀一儆百，看谁以后还敢不服我。您说呢，大哥？这样一来啊，兵权、财产，还有女人都有了。少友啊，我说可真有你的。哎呀，这在川军里你就有一席地位了。你也不用感到惭愧。我跟你说，刘湘、刘文辉那可是亲叔侄关系呀，当初不也是杀得你死我活吗？是，男人嘛，无毒不丈夫。行，听大哥的啊。菜来啦！哎呀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上晚了。杨军长，您尝尝这一品官宴。这我得尝尝。来，怎么样？好，哎呀，真不错。老爷吓死我了，真讨厌。我都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看人家这汤真他娘鲜呐，是吧？还有那么一点说不出来的酸味儿啊。真好。今天这菜啊，我们特别加了好多的佐料，各位请慢慢品尝，啊。真有这么好喝啊？还算你懂事儿，让我大哥和大嫂们高兴。下去吧。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我想尝尝。小麦，你是不是在里边放东西了？尝尝吧，就是。那你就尝尝嘛。老爷，喂我。行，好，都尝尝。这就当给他们的餐前小点，咱们明天给他们上大菜。姐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咱们先走。走。咬一口，真好喝。老郭，你怎么能成这样？病殃殃的样子，你以前可不这样。哎，这都是让杨无心给气的。还有我那小舅子，吃里扒外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按说你小舅子也是个副师长啊，你以前手下不是有2万人吗？百丈关跟红军那一仗，我就损失了1/3。大帅呢又没给我补充，又碰到这次整编，又裁掉了我2个团，加在一块儿才1万多人，由军改为了47师。我又不经常去，结果给小舅子钻了空子。那你就没有一些铁杆和心腹吗？就这么轻易的把兵权给丢了？343旅铁路山是我一手提拔的，同时我也提拔了几个旅长和团长。可是我小舅子心狠，打着我的旗号架空了我。他要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夺去，连亲情他都不顾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顾司令，那你就把你知道你小舅子的一切告诉我。对，
对，走，快进去。祝区长到！来，大家坐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有些好处要给你们，啊，来，拿过来。哎，你看。 这里面呢，是5万银元。我知道，你们跟着我姐夫拼死累活的，也发不了财。这些钱，是我杨少友给你们的，啊，只要以后你们跟着我，我保证不会像我姐夫那样对你们那么苛刻。怎么样啊？杨副市长，什么叫跟着你？古司令呢？怎么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？啊。 哎呀，我姐夫老了，身体又多病，他就把部队交给我了。可是没见司令下命令啊。再说交给你，那么人员呢？编制呢？还有武器呢？啊，一切照旧。啊，现在什么样子，就什么样子。马团长，这个你就不必多虑了。 啊！哎，铁旅长，你一直不说话，有什么想法，说来给大家听听。哼，我他娘就是不相信！杨少友，你把司令的命令拿出来，我看看。铁路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杨木星这2天一直都在自贡，他的兵把所有延庆都占了。我要出兵，你不许。 有你这么吃里扒外的吗？我怀疑有人想篡权，把司令架空。司令不可能把部队交给你。姓铁的，你这是公然谋反！来人呐，抓起来！谁敢抓我？抓起来！姓铁的，我看你他娘是找死！ 潘司令，情况紧急，古司令的小舅子动手了。怎么回事？昨天我们去天福楼，听见他们在商议，说要杀个旅长来树威，接管古司令的部队。果然，今天早上，他们召集了所有军官去开会，还有重兵把守。我估计这会儿应该动手了。他们要杀铁路山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闯进去了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妙玉呢？他去跟踪杨木星的老婆，杨木星是背后策划人。 他想掌控住他的老婆，这样就能救回古司令的女儿。古司令，我们先到你的师部。上车。这儿啊，就是自贡有名的青莲寺，是吗？非常的灵验。我们先进去烧炷香，
求佛祖保佑我们呀发大财。求佛者，无非是求生死、求命运、求富贵、求输赢。我想你们几位也是为此而来吧？你是谁？几位贵妇太太，你们都世代恶身，家有万贯，我想就没有必要求佛了吧？这个跟你没关系。这世界上哪个人不希望自己更有钱？哪个人不希望自己更有势？哪个人不希望自己更长命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，这就是一个积字儿，积怨、积恨、饥饿。你们在佛祖面前抬不起头来，用佛家的话说，这就叫辛苦、勤苦、命苦。因也是苦，果也是苦，由怨生恨，由恨至恶。哎呀，可悲呀！恶因既生，就难善了。几位太太，我送你们2个字可好？哪2个字？饥苦。善恶之极，称之为苦；色界欲界之中，视为饥。你到底是谁？竟敢拿佛的名义辱骂我们！你信不信我可叫人把你抓起来？我可是在一心劝你们向善，你们却执迷不悟。这佛祖是不会保佑坏人的。哎，没办法了，看来啊，只能把你们留在这儿了。你要干嘛？别动！谁动我打死谁啊！你们告诉我。杨木星在哪儿？古司令的女儿小兰又在哪儿？我不说。不说是不是？你说不说？大丈夫做事顶天立地，杨少友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凭你心怀二志，抗命不从。我不但要抓你，还要杀你！你，杨副师长。铁旅长不过是心直口快，你这样抓他，不合适吧？怎么，你想为他喊冤？你也不服气吗？来人，把他也给我抓了，全杀了！你慢着！一个副师长毫无道理去杀一个旅长、团长。你这叫横行霸道！谁给你的权利啊？我认得你，你是潘天雄。你怎么闯进我的师部来了？我是受人之托，来制止一场阴谋。弟兄们，有人为了私利，出卖你们的司令，还要杀人立威，这个人就是他。潘天雄，你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慢着，你心虚了吗？他和杨木星早就串通一切，架空古司令，还要霸占他的财产。今天呢，又公然摩拳篡位，你们谁要是不服，他就杀了谁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还有危险，你进去。潘天雄，你大祸临头了，还这么满不在乎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你想杀人灭口啊？啊，弟兄们，你们看见了吧？他不想让我说出他的恶事儿，所以他向我开枪啊！你这个卖国求荣的家伙，你没这个胆量！我没做什么丑事，一派胡言！杨副师长，
咱先冷静一下，先把枪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！有话快说。这古司令真是有眼无珠啊！怎么培养出你这么个披着人皮的狼啊？啊，这杨木青给你多少好处啊？你连亲姐夫都出卖。我杨少有行得正，站得直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哼！古司令的女儿小兰，是你的亲外甥女，被杨木青抢去当第10房姨太太。你不但不救她，还给她送去喜帖，还告诉古司令认命。你这叫不叫无耻？你他妈还有良心吗你？小兰是自愿的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家事？你以为你的家事我不知道吗？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是你姐姐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扯大的，你有今天全靠着你姐姐。可是你怎么做的？前几年，你姐姐卧病在床，你当着你姐姐的面儿，把跟随她多年那个小丫鬟给强奸了。事后怕你姐夫追究，你就把这个小姑娘推到坑里，浇上汽油，活活的把她烧死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！你姐姐不是病死的，被你气死的。你他妈还是人吗你？你胡说！你姐夫一心的培养你，把你提拔成副师长了，你怎么回报他呢？你派兵把他软禁在家里，3番5次的下毒谋害。见到他来重庆了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召开了今天这样的会议，公然摩拳传威。有人不服，你就杀人列位啊！你他妈做人卑鄙无耻，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兄弟们，不要相信他！住手！把枪给卸了！他说的是实话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姐夫。姐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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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姐夫，姐夫。现在才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这是你咎由自取，拉出去。是。给他送马。老潘。多谢你了。潘司令，有人送来一张纸条。老谷啊，这妙玉啊，把那个杨母亲那3个姨太太给抓去了。哎，香姨到。那个妙玉让你啊找3个乞丐啊去给他送去，跟他会合啊，这是他的地址。是。去。你说这是怎么搞的？嗯，这几个太太都出去1上午了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哦，大太太临走之前说了，要去寺庙烧香拜佛，可能现在还没完呢吧。哎呀，这都好几个钟头了，
47室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？先前听说铁如山被抓起来了，后来又从里面传出了枪声。刚刚我派人去打探过，门口戒备突然加强了，不许任何人进出，连电话也打不进去。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还能发生什么事儿？这是杨少友得手了。来，把这些菜都给我撤了，换上昨天晚上那上好的海鲜，再给我整几瓶上好的红酒。啊，我要搞一个盛大的庆功宴。是，军总。姐，我来了。小兰在哪儿？他们说了吗？就是不肯说，我才让你过来的。你们两个女贼啊，最好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，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知道我们丈夫是谁吗？竟然敢绑架我们！哼，难道你们想在老虎身上拔毛？有本事就杀了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。哟哟哟，这小嘴儿啊还挺硬。你们3个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哪舍得杀你们呀？得物尽其用才对得起你们。杀了你们啊，太可惜。3位大哥。哎呀！你想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？你也想试试？你到底说不说？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一生争气走过你的。